别动！干嘛？你进去，别说话。田螺，哎，人类。方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玩啊。找我玩？我们不已经是朋友了吗？我不能来找你玩啊。我之前给你打电话、发微信，你也没回我。哦，我手机关机了。啊，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。我干嘛要拉黑你？那谁知道，也许是怪我之前不该让你去参加比赛啊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好玩的地方？嗯，又是游戏厅啊？都这么晚了。你放心吧，不是，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。这个局里局气的二货到底是谁啊？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炮灰男二吗？闭嘴。什么？没有。哦，走。你到底是谁呀？你跟那次绑架我的人是不是一伙的？不是。那你们为什么前赴后继的都来绑架我呀？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们干嘛总盯着我呀？我求求你，放了我行吗？我求求你放了我行吗？姓名：王富贵，身份：漫游集团策划部总监。你是什么时候被星海联合球绑架的？我不知道。田杰的话，是不是那个人交给风流清的？不知道。所以复活赛的事儿，你也不知道。复活赛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工作室吗？你来过？你跟我说过，你在这里被万恶资本囚禁了太久，只有逃离这一切，你才是你。这话听起来像是我说的。所以你说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很可怕，但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很有趣。没明白。你之前来这儿进去过吗？当你跨过那扇门之后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了。各位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，让我们热烈欢迎天爵。那个，都这个点了，大家是不是已经下班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对于漫画家来说，这个点儿才刚刚开始上班，好吧？
他们一定是在上面挑灯夜战开会呢。我之前就跟他们说过了，没有必要给我省这点电费，真是。不要抢爸爸呀！你不要冲动，不要硬刚，专心打钱呀！大哥，又送人头，小学生吗你？怎么着？小学生都能这么菜鸡的？对不起啊，大家，我的错。哎，再来一把怎么样？哎，开了，嘿，这次肯定输不了。孟老师，给我倒杯水。我也要。孟老师，原来你在你自己的工作室都这么没地位。华老师来了。林里啊，画反。哎，这样，你就当做什么都没有见过，我们重新来一次。走。啊！各位，今天我们的工作室迎来了一位新的客人，让我们热烈欢迎田珏。今天呢，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位客人，你们先互相认识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们见过。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了。孟老师，你把我们全都揪过来，就是为了迎接这位白卷少女。好，既然都认识了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刚才叫田珏白卷少女，没错，但是田珏和你们不一样，她喜欢画漫画，也坚持画漫画，但她从来没有学过漫画，也没有见识过漫画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。所以今天我带田珏过来，就是想让她看一下漫画究竟是什么。首先，你要明白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个时代，漫画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了。今天你看到的只是工作室的这些核心画手，但是在一部漫画的连载过程中，有时候需要10几人甚至几十人的共同参与，才能完成一部真正合格的作品。这里的所有作品，从最初的脚本、人设，到之后的草稿、线稿、场景、上色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这里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这里就是漫画真正成型的地方。他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，一般都是下午起床，在这里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。连载的压力很大，有时候甚至几天就要赶出一部成品来，所以几天不睡觉的情况也是有。哇！很多画手他们来不及回家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休息。条件呢，虽然很艰苦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好辛苦。每次连载的截稿日都是画手们的至暗时刻，压力很大，很多人都坚持不住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对于漫画家来说，他们的人生不是在画漫画，就是在准备画漫画的路上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我还要让你看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想让你看看，漫画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。魏琪是我们的分镜师，我画好设计稿之后交给他，由他来进行分镜和脚本设计。阿朱是我们的线稿助理，当分镜结束之后，他会把草稿变成线稿。
他的画工扎实，线条顺畅，极度简洁。最后呢是林里，林里是我们的场景和色彩助理。草稿完成之后，就由他进行绘制场景、上色。当林里的工作结束之后呢，一篇漫画就真正成型了。接下来就由我们来演示一下整个工作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至于画什么嘛，这才是真正的漫画。我真的是井底之蛙，就算我再画10年、20年，我也不可能做到像他们那样，更不可能画出跟凤老师一样的作品。我到底还在坚持什么？现在是不是觉得画漫画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？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带你来这儿吗？因为我想让你明白，想画好漫画，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不仅难，而且苦还累。知道了这些，告诉我，你还愿意继续画漫画吗？凤老师，你说我到底还要不要画漫画？这个你别问我呀。我又不知道。其实今天你也看到了，在现代的漫画工业里，每一个成熟的、优秀的你能看到的作品，都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它是由一个工作室来共同完成的，是所有人的努力和智慧的结晶。所以，所谓的国漫之光，也从来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工作室的所有人组成了真正的国漫之光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你能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来，那我现在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没有想和你比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水平，我只想我能不能像他们那样，从助理画起。他们能做的，我能不能做？这些呢，你也是做不到的。阿朱和魏琪，他们在考学之前就拥有了非常坚实的绘画基础，而且他们现在每天画10个小时哦。但有些时候我还是会批评他们画得不够好。至于林里呢，那我就更不用说了，他在考学之前就已经钻进了宋庄的地下室，啃着馒头练画。冬天没暖气，夏天没空调，很苦。后来他去了一家动漫公司，专门做场景设计，一干就是10年。当论画工而言呢，他已经不在我之下了。但是，他现在就缺少一个成为真正漫画家的机会。你是说，我应该放弃？哦，我没这么说啊。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的画，还让你去参加比赛吗？因为我画的是毛笔画。没错，虽然你的基本功很差，一些专业的知识啊、技巧更是一窍不通，但是我仍然很喜欢你的画，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毛笔，而你画的是国画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这2幅，这幅是我的，这幅是你的，有什么区别？有什么区别？你画的比我好。哎呦，错！拿这2幅画作为比较，本来就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他们的审美标准就不一样。
现在大众所接受、所习惯的是我这种，它的主要元素源于日漫的风格，经过几十年的演化，它已经具备了自己完整的审美体系。而你这一幅中国风毛笔漫，坦白说，之前成功的先例几乎没有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样的漫画家太少了。没有这样的漫画家，就不会产出这样的漫画；没有这样的漫画，就不会有读者。一个新人，他喜欢漫画，他想学漫画，他可以从最基础的学起，学分镜、学透视、学人物比例。我承认这非常难，这非常难。但是，只要他有恒心、有毅力，他早晚都会学会的。但最可怕的是，当一个人他学会了这些之后，他所画出的东西和其他人没有两样。当然。有很多人，他们尝试新的风格，想尝试新的画风，但是没有成功的先例，所以他们只能是拓荒者。很多人都死在了半路上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走到底，一定会有人，一定会有人。所以你是说我还是应该画下去？你这个不该问我呀，你应该问问你自己。我之前呢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不该把我自己的期望强加在你身上，因为你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背负我的梦想。所以这一次，我希望你为你自己选择，不为任何人，只为你自己。漫画这条路呢，真的很难，而且毛笔漫、中国风更是难上加难。你之前误打误撞走上这样一条道路，我今天呢，就把这条路的真相告诉你。这条路充满了荆棘，甚至看不到尽头。也许你会像其他人一样死在半路上，也许你能走到最后，你能看到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的景象。你之前告诉过我，你画漫画呢是因为喜欢。那我现在希望你真正的问一下自己的内心，如果这是一条注定要失败的道路，你会继续画下去吗？你现在也不用着急回答，慢慢想，想好了呢，告诉我。别说鸟儿爷，完了！本以为这个男二连备胎都算不上，没想到他平日里看起来这么二，关键时刻居然尾牙了起来，完全秒杀我老板啊！最后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一下，现在复活赛的投票你得票最高，只要你愿意参加复活赛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不管怎么说，有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一个机会，无论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，我都能理解。去哪儿啊？不下村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。甜甜，张姨，又来看你爸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张姨，这次是突然想回来，也没来得及给您和豆豆带什么东西。嗨，带什么呀？你每次来给我带什么东西？不用。哎，你等着啊，我去把豆豆喊来，他要知道你来了，肯定特高兴。豆豆，傻姑，这是哪儿啊？你快放我出来看看。待会儿吧，现在人多眼杂。这是我邻居家，张姨从小特别照顾我，而且她女儿也特别喜欢啥？说呀。喜欢我的画。甜甜姐，豆豆，想我了吧？对不起嘛，姐姐这么久没来看你，而且上次答应给你带花，这次也忘记带了，是不是生姐姐气了？
好了，不生姐姐气了，好不好？姐姐答应你，下次姐姐就给你带，好不好？好吗？甜甜姐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就是喜欢你的画。哎，豆豆，这豆豆怎么回事啊？他平常老说要见甜甜姐姐，这回甜甜姐姐来了，他就不多说几句话就走了呢。哎呀，其实啊，他呢是看了那个比赛，他想安慰你来着。一个孩子不懂怎么说话，别怪他啊。哎，我也看了那个比赛了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一次没画好吗？下次会画得更好的。哎，他说有一个什么复活赛来着，说还会跟你拿着手机投票，我也发动街坊邻里都给你投票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给你炒了2个菜，你赶紧拿去给你爸妈去。在外面等我一会儿。嗯。爸妈，明儿又来看你们，这么久没来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别生气，张姨做了几个小菜，我带过来给你们尝尝。张姨的手艺现在可好了。其实我不是不想来，就是最近出了好多事儿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我要去见一位老师，凤老师，他可喜欢我的花了，还推荐我去参加比赛。后来的事我就不讲了，反正就是我搞砸了。不过你们别担心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爸妈，以前的时候吧，我有什么难处我都不跟你们说，是因为我觉得女儿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。可是我老师问我，到底要不要继续画，到底喜不喜欢画漫画？我喜欢呀，可是我画的那么不好，我就算继续画下去，就只会被人笑，被人看不起。我不知道该跟谁商量。孟老师让我自己做决定，让我怎么做决定吧？我不会呀，我也不知道学什么。爸妈，你们告诉我嘛，我该怎么办呀？要不然，这次你们就替我拿一次主意，好不好？人的命运，不该靠硬币来决定。
特别是这么重要的事。出去。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让你出去，这个地方谁都不能随便进来，这里是我家。姓名：王富贵，身份：漫游集团策划部总监。你是什么时候被星海联合酒绑架的？我不知道。听明白了吗？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在第2期节目开始之前，王富贵就已经被人绑架了，但在同一天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王富贵，找到了风流清，把你的话交给他，让他邀请你参加复活赛。整个复活赛的赛制都是这个假王富贵一手安排的，甚至第1期节目也是由他剪辑的，在原本的节目里根本就没有你的镜头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绑架王富贵的人就是星海619，他做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你参加复活赛。为什么？为了预言之事。如果你去参加了复活赛，那么他就可以趁着混乱接近你，杀掉你，夺走预言之事。但我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你，所以你不能参加复活赛。哎，问你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什么？漫游集团问你复活赛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你要不去的话，就趁早说，别像前领期似的，安排好了你到时候再翘班。等等再说。等什么呀？等天黑，等天亮，等死吗？等一个人。行吧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什么意思？我说我都知道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所以你不会参加复活赛了？去不去是我的事，我应该自己决定，不用你管。什么叫你自己决定？安排叶，你知道你哪儿最讨厌吗？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总要替别人做决定。刚才我就在想，要是有人能替我做决定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，方老师是对的。我的人生应该由我自己决定，也只能由我自己决定。而你，没有资格。你还不走吗？行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这件事情和你生死相关，你如果去参加复活赛，你很可能会死掉。上次我去比赛，你也说我会死，现在我不还活着吗？这次不一样，整个复活赛就是个陷阱。你说是陷阱，有证据吗？录音就是证据。那个录音只能证明王富贵被人绑架了，他连绑架他的人是谁他都不知道，其他的事儿都是你讲的，这能证明什么吗？绑架王富贵的人就是星海019，我都亲眼看到了。那好，你让我看看你的记忆。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灵感应吗？你能看到我的记忆，那我也能看到你的。你让我看看，你是不是见到真的星海019了，我就相信你。不愿意，那算了。这里就是目前网络热议的田觉画手之前打工的餐厅。据我们了解，田觉画手从小就失去父母，并且一直寄居在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婶婶的家里。婶婶虽然为他提供了住处，但同时也要求田觉必须要为自己的餐馆来打工偿债。哎，电视里这个人是你哎！来来来，快坐下。
继续。我们一起看。条件虽然如此艰苦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梦想，反而是每天坚持画画。他没有任何的漫画基础，但是因为有了对这份梦想的坚持，同时也打动了广大网友对他的支持以及产生的别难过，绝大的共鸣感。我知道你画的可好了。我外孙女儿也喜欢画漫画，也老挨骂，但是她从来不怕。她老跟我说，以后肯定会画的比所有人都好。你呀，得向她学。等甜甜长大了，她肯定比电视里这些人画的都好，是不是啊？是，甜甜画的最好。哇，你醒了！来来来，尝尝我外婆的手艺，可好吃了。人类，人类。你傻乎乎的看着我干嘛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看？你是谁？这到底是哪儿？哟，你还说话呀？我还在想外星人不会说话，怎么跟你聊天？我问你，你在外星是不是从没见过我这么好看的女生？你怎么知道我是？拜托，一个这么大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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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大一个宇宙飞船，就从天上掉下来，砸在我面前。你不是外星人是什么？我是个宇航员。屁嘞！宇航员受伤只会流血，会整个人变得透明一样吗？哎呀，幸亏你那只鹦鹉没事儿，是它让我把你拖进海里，我可是亲眼看见你一点一点变回正常人。你救了我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快叫大哥！你别怕，以后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你就是我小弟，我罩着你。你难道就不怕我吗？哼，我为什么要怕你啊？你第一次来地球还不是太了解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球上啊，外星人到处都是，早就不新鲜了。你看，这儿还有这些，都是外星人，你的前辈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哈特王子，我的小右，我的马路金艾多过来。在我的漫画里，你就是男主角。田姐之所以不记得12年前的事，不是因为什么 PTSD， 而是因为我抹掉了她的记忆。我不能让她知道她父亲当年死亡的真相。先带我女儿走，别管我。走啊！走啊！快救火啊！救火！快救谁？快过来！拿水！快点水！水来了！着火了！你小心点！水来了！快冲啊！在那边！
明了，这，哎，别怪我，怪我，事情变透明了，怪我，怪我，老田，老田呢？老田是不是在里边没出来呢？哪怪我？老田，怪我，哪怪我？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记得那束烟火划破银河的瞬间，还停泊在我的心底。它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